的美痛，有没有存在的理由？大声的嘶吼，是否胜过平静的问候？我吃的枕头，到底让谁变得更富有？拥抱的时候，怎么能紧握着拳头？聚合在背后，有多少温暖在守候？谁不想自由，却忘了该付出的温柔？痛苦过后会否比较好受？放开过后或许会更自由。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寻找借口，什么是成就？只要你微笑着点头。欢笑过后会否一直回首？失去以后才学会如何看透。回忆里什么陪我们走到最后，还不是那些最简单的温柔。为什么会有蟑螂的？一定是那个时候掉的。老板娘早，我来了。早。对了，来了几天还习惯吧？啊，还好，只是有时候给顾客指甲上色有点慢，还会涂歪，不像你啊，又快又准的。当然呢，你以为很容易啊？你才学了几天，慢慢来吧。老板娘，我刚才看你一大早的就捶桌子，你心情不好啊？要怪就怪那只蟑螂，好死不死，竟然死在汤里，害我无辜背黑锅。背什么黑锅啊？我家婆那些人啊，在锅里找到一只蟑螂，就说是我放的，我只是去热汤而已啊，好心没好报，也不查清楚就诬赖好人。哎呀，有前科的人是这样的，谁叫你有案底呀？你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前科，什么案底啊？我只是比喻，比如说我以前偷过东西，只要有东西不见呢，人家就怀疑是我偷的。你偷过东西？我都说是比喻而已，不要让我抓到你偷东西啊，要不然你马上给我走人。我不会的，你放心啊。等等，啊，桌上为什么这么多瓜子壳？你为什么没有收拾好就收工啊？哎呦，老板娘，你不要冤枉人呐！我昨天走的时候都没有看到这些瓜子，是不是你吃了忘了？我又不吃瓜子。发生什么事啊？外面都听得到。都是他了，不知道搞什么。昨天啊，一桌的瓜子壳也没收拾好就收工，讲他几句啊，他还给我顶嘴呢。这些瓜子啊，都是我吃的。那时候他已经下班了，都是因为在等你呀，你还敢怪人？你看，错怪好人了吧？幸好 Esther 肯承认，不然我就跟你一样要背黑锅了。对，只要有人出来认。老板娘，你还好吧？多事啊，还不收拾？对了，你不是说你是永久居民吗？身份证呢？带来了没有？带来了。我明明就放进去了，难道丢了？不要再给我演戏了，我已经给你很多机会，要是明天不带来的话，就不用上班了。我知道了。你在想什么？魂不守舍的。我在想办法证明我的清白。这件衣服到底是谁的？妈的，是我的，怎么了？哎，你瞧瞧，你把它放进洗衣机，你看看，把我白色的这件衣服染的这个颜色，你真糊涂。这件衣服我都是用手洗的，我不会放进洗衣机里的。难道是放错了？
干嘛看我啊？不是我，你们是不是又在怀疑我啊？我有这样说吗？马德，你没说，可是从刚才你看我的眼神，我就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我真不明白，同一屋檐下，大家为什么不能好好的相处？非要搞到鸡犬不宁，每天让我出来做包青天，好像在查案。马德，这件事情查清楚比较好，不要冤枉好人。不过我觉得放错的机会比较大。或许是我一时疏忽，放错了。算了，我知道不是你。马德，你真偏心，你怎么可以那么肯定不是家珍呢？难道只有我才会做这种事啊？为什么什么事你都要扯到自己的头上？我已经说算了，还想怎么样呢？那是我脑糊涂，我自己放进去的，这行了吧？马德，洗衣机里的衣服都洗好了吗？什么？这衣服是你放的？我看到家珍的衣服在厕所里，就顺便把它丢进洗衣机里了。听到了没有？是建海放的，不是我。不要整天带着有色眼光看人。每一次出事，第一个被冤枉的人肯定是我。我再说多一次，锅里有蟑螂的事跟我无关。你们最好把事情查清楚，不要什么事情都赖在我头上。大嫂，对不起。你不要随便把衣服丢进洗衣机里面，你要看看会不会脱色。对不起，马德，是我一时不小心。你一时不小心坏了几件衣服，我一时不小心冤枉了一个人。唉，我真给你们搞得我头晕。建业，蟑螂的事看来是我们错怪了秋花，对不起。没事，事情搞清楚了就好了啊。哎，建业，姑姑啊，哎，怎么这么晚还没有睡啊？谁的蛋糕？我做给秋花的。哦，哎，秋花，姑姑找你。秋花，没打扰你吧？没有啊，什么事啊？昨天晚上的事是我的错，我不应该看到锅里有蟑螂就以为是你放的，对不起。你能够原谅姑姑吗？哎，姑姑啊，没这么严重，不用说到什么原谅不原谅的。别说是你啊，连建业都怀疑是我。算了算了，以前的事情我们就别再提了。我只希望你们以后家里发生什么坏事，都不要赖在我头上就可以了。秋花，我亲手做了你最爱吃的蛋糕，试一试吧。姑姑啊，我晚上不吃东西的，我怕胖。哦，哎，老婆啊，都说了是你最爱吃的蛋糕哎，很香哎，来赏个脸吃一口嘛，来。没关系啦，明天也可以吃的。我先回房休息了。OK， 晚安。晚安。当早餐，Good night，拜拜。拜。你在想什么？这么开心？他们总算相信蟑螂不是我放的，我终于赢回我清白，洗脱罪名。你是怎么做到的啊？当然是找人帮忙啦。谁会帮你？建业，建业才不会帮我呢，当然是找家里最老实的那个。你的小叔？他才是最佳人选，不找他找谁啊？那你是怎么说服让他帮你的啊？那还不简单？我问你，你真的认为蟑螂是我丢进汤里的？我相信你不会。看来只有你相信我。这个家我实在待不下去了。大嫂，过几天等事情安排好了，我会离开这里，要去哪里？去一个谁都找不到我的地方。我打电话叫大哥马上过来。算了，不要打了。我会跟你说这些，是因为只有你相信我。我今天是向你道别的，请你以后帮我好好照顾你大哥。大嫂，你不要走吧，我可以替你向马德解释的。解释什么？只会越描越黑。除非你帮我做一件事。你说出来，只要能帮得到，我一定会做的。那事情很简单的，你只需要帮我丢一件衣服进洗衣机里。高招，佩服佩服。怎么了？哦，没事啊，就掉了点东西。身份证呢？带了。我放在里面了，
怎么不见了呢？哎呦，会不会掉在巴士上？要是被人捡去，那就糟了。我不想听这些。掉在巴士上是吗？马上去找，找不到就不要回来了。我这就去。哇，老板娘心机那么重，家珍有的受了。哎，我都自身难保了，还顾得了别人？惨了，到哪里去找身份证？聘请公关2名，收银员1名，薪水面谈。找工作？嗯，想做公关吗？不，我要做收银员。收银员的收入很低的。多少啊？800。这么少，能多加一点吗？做公关咯，以你的条件，1个月轻轻松松可以赚4、5千。公关是不是那种要陪客人喝酒的？那当然啦，不然那么多钱啊。就知道没这么好的事。那有没有别的工作可以多赚一点的？有，跳钢管舞。钢管舞？跳得好的话，还有小费收嘞。你不是本地人吧？有没有 PR？ 如果有的话，马上就可以做工了。我在申请这了，很快就可以拿到了。没有也可以的。真的？跳脱衣舞咯，警察来就跑。你自己跳啊，变态！德明啊，你读书要用功点啊，在这里生存没有这么容易的啊。德明啊，等一下才读，要吃饭了，去洗手啊。老爸，我们回来了。老爸，哇，都回来了。我晚餐还没有全部准备好。哇，这么像你煮的狗肉是吧？是啊，就少了一颗象牙。你的长出来了没有？我来帮你。德明，你在干什么？哇，这个是什么？哎呀，英文测验70分，不错啊。有没有作弊？没有，我除了背字典，还看了很多英文书。那你为什么还不开心啊？哎呀，英文还可以，数学啊才考了40分。40分也不错啊，上一次你才考20分，有进步啊，你还不满意啊？不及格还满意啊？德明，你千万别听他的。你以为读书容易啊？叫你去读一下，我看你连10分都拿不到啊！那你的信？什么信？全是英文的，看不懂。那，一封简单的英文信你都看不懂，拿过来。德明，读给他听。Dear Madam, application for Singapore P 什么屁呀？这个字我没有读过。是 permanent resident。那到底是什么信？是移民厅寄来的信。好，那信上来说什么？他说感谢你申请新加坡永久居民。然后呢？批了没？然后就没了。没了？没了是什么意思啊？他说不成功啊，所以就感谢你喽。不成功？哎呀，那怎么办？除非什么？除非我们圆房喽。什么是圆房？哎呀，小孩子不要问那么多。什么事？哎呀，移民厅的人啊，知道我跟杰奇没有圆房，不批准我的申请啊。别听他胡说，你申请的永久居民证已经批准了。真的？德明，我可以找工作了。快走，我来帮你。谢谢。我等这天啊，等好久了。想起啊，当初来的时候，四处为家，像条狗似的，看人家脸色过日子啊。想起来真的是像一场噩梦。其实我还蛮佩服你的，换成是我早就选择回国了。如果可以回去，我早就回去了。为什么不可以回去啊？老实跟你说吧，其实我在家乡出了一点事，我哥坐牢了，德明就只剩下我一个亲人。出了什么事啊？我家里穷，德明生病了，急需要钱，
我没有办法，就只好去偷，结果被人抓住了。那个人就威胁我，要跟他那个，我不肯，结果我哥就去把那个人打了一顿。那个人很有势力，结果我哥就因为伤人罪被判入狱。我怕那个人对我不利，所以那时候我才会随随便便的跟那个 David 结婚，想尽办法要来这里。对不起啊，你们之前不知道，竟然那样对你。没关系，最坏的日子都已经过去了，接下来我会过好日子的。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找工作啊，我一定要拼，赚多一点钱。我最大的愿望呢，就是要有自己的屋子，改善德明的生活。你打算搬出去住啊？对啊，我要未雨绸缪，为自己做打算啊。你哥啊，迟早会跟我离婚的，我不想到时候又睡天桥底下。不会啦，我爸都把你当成是自己的媳妇了。你爸人好，他当然不会赶我走。你哥那就很难说了。再说啊，这段日子我们在你们家吃你们的，用你们的，多不好意思啊。其实花费并不多，这样吧，你继续住下来吧。啊，以前你不是老是要赶我走吗？现在你竟然叫我继续留下来住啊？老实说，我是有私心的。我嫁出去了，我哥又常常不在家，有你在陪我老爸，我会比较放心。原来是这样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你们不常在家，你爸一个人挺可怜的，有时候啊，他甚至连饭都懒得吃。我知道，你不会把我们当成跳板，一拿到永久居民就走了吧？我是这样的人吗？好好好，那我就继续赖在这不走，直到你们赶我为止啊！谢谢你哦。啊，白吃白住，你还要谢我啊？家珍啊，我们来下盘棋，你很久没有陪爸爸下棋了。我该回去了。啊，爸，我陪你下吧，反正没和你交过手呢。啊？也好啊。怎么担心巫婆搞事啊？你不要整天巫婆的，她怎么说也是家珍的嫂嫂啊。大嫂人比较直，只要不要招惹她就好了。哎呀，家珍，那你也别太天真了。她这个女人啊，很狡猾的。我问你啊，她叫建海把你的衣服丢进洗衣机的事，你知道吗？你怎么知道这件事啊？他在死巫婆的店工作啊。他叫建海这么做，对他有什么好处啊？他说是为了得到他家婆和老公的信任，和什么蟑螂的事不关他的事之类的。没想到他会利用建海来帮他背黑锅。曹婉珍，你回来了。这是不是被我那件橙色的衣服染到颜色了？人跟衣服一样，一旦染到颜色，不管怎么洗怎么漂，永远漂不白。明天我去买一件新的吧。你知道我为什么嫁给你吗？你为什么突然间问我这件？因为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不会骗我。我没有骗你啊。那件衣服是不是大嫂要你放进洗衣机里的？不是。是不是她不要你说出来？不是啊。到现在还要骗我？那我自己去问她好了。哦，不要，曹婉珍。好，我说，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，是大嫂说，如果没有人再相信她的话，这个家她待不下去了。这跟你把衣服放进洗衣机里有什么关系啊？大嫂说，只要我说这件事是我做的，就能还她清白，大家就不会怀疑蟑螂是她放的。你知道你被利用了吗？我只不希望她离家出走，不然的话，大哥一定会很伤心的。
趁大家在，你把话说清楚吧。有什么事啊？你说不出口，那由我来说。其实那天我的那件橙色的衣服是建海故意放进洗衣机里的，不过是有人要求他这么做的。家珍说的话是不是真的？我要你亲口告诉我，那个是谁？妈的，不用问了，是我叫建海这么做的。你满意了吧？我只要还建海一个清白。对不起啊，大嫂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不这么做，你们会相信蟑螂不是我放的吗？我只是想为自己讨回一个清白，有错吗？那你需要利用建海吗？这不是利用，我只是想让你们看清楚事情的真相。要不是你们一个两个带着有色眼光看我，我才不会这么做呢。你为什么这样斤斤计较？一点小事情就把它搞到天翻地覆。妈的，现在被冤枉人是我啊，什么小事啊？蟑螂明明是自己掉进去的，关我什么事呢？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替我说话？肖建业，连建业都不帮你说话，你要好好的自己反省。既然你们一个两个认为是我做的，我还有什么话好说？秋华，你为什么一错再错呢？我没有错，是你们逼我的。大嫂，真的对不起啊！该道歉的人不是你。你要去哪里？大嫂，你不要走。当然是走了，难道留在这里看你们脸色？大嫂，妈的！大嫂，对不起，其实你不用解释了。我知道这个家容不下我，更有人希望我走。心机这么重，小心会有报应的。到现在还在怪人？是我应该怪我自己，不会讨好你们欢心。走开，不要挡着我。大嫂。妈的，是我自愿要帮大嫂的。你怎么那么傻？妈的，我不是有意想把事情搞成这样的。你没有错，你应该把真相说出来。王家珍，我就不信我斗不过你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秋华昨天晚上没回来。没有。看来幼儿找人请他回来了。大哥，对不起，我不是要针对大嫂，我是因为看到建海被利用，才会把真相说出来的。你不必跟我道歉，因为我也不认同他这样子利用建海。可是我太冲动了，没有考虑他感受。这件事情不能怪你，你不要自责。可是我真的不希望你们为了这件事闹得不愉快，不如我去找他吧。你去不如我去。蟑螂的事是我搞出来的。不，祸是我闯的，还是让我去吧。你们谁都不用去。大哥，等他想通了，他自然会回来的。可是大哥，万一大嫂一直不回来怎么办？这次他做错了，我们不能够迁就他，不要因为他闹一闹，事情就可以不了了之。建业也说的对，不能让他一个人影响了大家的情绪。等他气消消再说吧。
蛋，连你也欺负我啊！老板娘早，你还敢来啊？我跟你说的是什么？那，你看，这是我的护身符，还是热辣辣、新鲜出炉的。待会儿把证件复印给我。没问题。哦，老板娘，以后呢，我只能工作到6点，不能加班了。为什么？万一晚上有客人预约怎么办？那只好叫他明天再来。如果你想多赚点钱的话，那你只好自己做了。我请你来干什么？老板娘，我在你这里啊，一天工作8小时啊，我没有欠你的，你就通融一下吧。我晚上还要兼职，多赚点钱。不像你啊，这么好命，有老公当靠山，婆家又有钱。有钱又怎么样？有老公又怎么样？有些事还是得靠自己的。哇，火气这么大，是不是又被你家婆骂了？还不是那个王家珍当着所有人的面前拆穿我说我利用建海，也不知道是哪里得来的消息。这个错我一定要报。你要怎么报啊？关你什么事啊？不开工？都没有人。那去派传单啊！好好好，派就派。哎，一定要来啊！喂，雅欣大嫂，我们见个面好吗？现在啊？帅哥，找我这么急，想请我吃东西啊？请你吃饭没问题，是有一件事想请你帮个忙。什么事啊？说。大嫂离家出走，我想知道她的情况。离家出走，这么严重？是你把她的事情爆出来的？你怎么知道？是家珍告诉我的。原来你是想探听你大嫂的消息啊？好，等我叫点吃的再说哈。谢啦。哎，现在可以说了吗？你问呢？我大嫂今天也没有上班。有，现在还在美甲店。她心情怎么样？不是很好，一大早就对我脸黑黑。你知道她现在住在哪里吗？不知道。良心大嫂，你帮个忙吧。大嫂都不接我们的电话，万一她出了什么事？你担心她？我看啊，你还是担心家珍比较好。常珍她怎么了？我听到你那个没良心的大嫂说想要找机会报复家珍，你还不担心啊？大嫂只是口头上说说罢了，我相信她不会伤害常婉珍。伤害倒不会，不过她打毒针或者是破坏你们夫妻间的关系，那就够了。我的情报是很准的，信不信由你。你回去告诉家珍，叫她以后小心点啊。早知道，帮大嫂的事不说出来就没事了。好吧，看在你替德明交过补习费的份上，我就帮你这一次。反正我在美甲店工作，可以做你的内应，有消息就通知你啊。谢谢你，良心大嫂。Esther， 倩叶，你一大早来有事吗？昨晚秋花有没有来找你啊？没有。怎么了？你们又吵架了？他前几天呢，还高兴地告诉我你们和好了，怎么才过几天你们又闹别扭了？这是公寓的钥匙，麻烦你转交给他。你为什么不亲自交给他呢？我暂时不想见到他。什么事情这么严重，不能好好谈谈呢？反正就麻烦你这段日子好好的照顾他吧。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慢走慢走，下次再来啊。小姐啊，叫你拍个传单，你拍到美国去啊？这么久。哟，不
院派啊，早就派完了，我是看准了，他有可能成为顾客我才给的。喏，我还买了你爱喝的咖啡屋，还有面包。这样的员工哪里找啊？训你才怪啊！不要以为你买东西请我吃，你就可以偷懒了。你疑心病怎么这么重啊？我是看你无精打采的，一直打哈欠，才买给你提神的。怎么，你跟你的老公吵架，昨晚没睡好？昨天晚上根本就没有回家。那你昨晚在哪里过夜啊？关你什么事啊？你为什么这么喜欢打听我的事情？哎呦，我是担心你啊，你是我的老板娘啊，万一你有什么事，那我就没工作做了。嗨，秋花，哎，今天那么有空啊？有人啊要把这个交给你。我公寓的钥匙，今夜找过你。嗯，岂有此理！他要我住公寓，他跟你说的是什么？他要多照顾你一点，看来他还是关心你的。关心我就不会让我一个人去住公寓了。他这么做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们之间怎么会搞成这样的？还不是因为有小人在作祟。你是指家珍？不是他还有谁啊？不过这样子也好，我不用整天准时回家吃饭，不用看他们全家人脸色。我这样子啊，更自由自在。你不要嘴硬了，难道你想一辈子都不回去吗？当然不是啦，我等他低头求我回去。如果他一直都不肯向你低头呢？我不相信，这一次我要跟他们斗到底。看来是要打仗了。感情本来就是一场男人跟女人的战争，如果输了，就永远处于下风，这一辈子啊，休想抬起头了。喂，你成功了，阿婆这么关心你。哎，喂，你没事吧？哈？喂，怎么那么烫啊？你好，你没带钥匙吗？还要帮你开门？他生病了。忘了带。他是谁呀？吃错药了。不用管他，他人就是这样子。小心啊！这房子你租的？这是你女朋友吗？长得蛮漂亮的，是要我通知她吗？他死了。Sorry， 对不起。那我通知你家人吧。你走吧，我睡一下就没事了。那好吧。那这些药我放在这里啊，4个小时之后再服毒一次。我走了。喂，你这样就走了？你走了谁照顾他？请问你和大宝是什么关系？我是房东。人家跟你租房子，现在生病了，难道你就不能够帮忙照顾一下吗？他只是我的房客，跟我非亲非故的，凭什么？一点同情心都没有。你有是吗？那你留下来照顾他好了。我一个女人不方便的，过几天我再来看他好了。不要找借口了，万一他半夜病发，我是不会送他去医院的。这个你放心好了，我刚才已经带他看过医生，打过针，烧也退了。要走是吗？可以，
把身份证留下。哈？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你以为你这里是警察局呀？万一你拿去跟大龙借钱，那我怎么办？你怕万一，我也怕万一啊。万一里面那个有什么3长2短的话，你叫我找谁啊？你积一点口德好不好？不给是吗？好，我就趁里面那个还可以动，把他赶出去。反正他还欠我2个月的租金。哎，等一下。身份证我是不会给你的，这是我名片。我怎么知道这不是假的？那看清楚了，名片和身份证的名字是一模一样的。原来是老牛吃嫩草。还有啊，你最好给他喂了药再走，不然有什么状况，不要说我见死不救。吃多一点。这个家越来越不像样了。现在连你们姑姑啊也不回来吃饭。姑姑说她有事不回来吃了。妈的，我看你们慢慢吃吧，我真的没有胃口。一家人少一个人一块吃饭，真的会影响胃口。不会啊，还有我们陪你吃饭啊。你们真的不明白，我为什么要这么执着？难道我非要你们个个赶回来陪我吃这顿饭？马德，我明白，我们白天都忙着工作，只有吃晚饭的时候，大家才可以聚在一起。其实我也很喜欢一家人一起吃饭的感觉。可惜有人不喜欢，有人不明白我的用心。我只是希望大家在晚饭的时候聚在一起，闲话家常，利用这段时间多一点沟通。不然每个人各忙各的，日子长了，关系怎么会好，感情怎么会好呢？妈的，我明白。不明白这些话的人都不在，我也不知道说给谁听。妈的，我能不能有个要求？什么要求？我想每隔1天回去陪我爸吃饭。哦，啊，这个事建海跟我提过了，我不同意，他没跟你说啊？你没有跟家珍说啊？我忘了。你说一家人一起吃饭很重要，那你为什么不同意让我回去陪我老爸？马德，其实我们家人比较多，让家珍每隔1天回去陪他爸吃饭，也是很合理啊。他回去陪他爸，那你呢？我留在家里吃哦。两夫妻分开吃饭，你觉得这样正常吗？好吗？这几年来，我几乎每天晚上会回去陪我老爸吃饭。现在一嫁出去，一个女儿就这样不见了，你能想象她的失落感吗？你说的也有道理，将心比心，啊，这样吧，以后每个礼拜天你回去陪你爸吃饭，要是觉得不够，你就利用白天午饭的时候回去陪陪他。啊，马德，1天会不会太少啊？对啊，而且工作的时候要回去是很麻烦的。家珍啊，我看有一些话可能要说得清楚一点。你爸爸也明白，嫁出去的女儿就等于泼出去的水。你现在是我们萧家的人，你应该把全副心思放在我们萧家，好好的跟建海过日子。我不是一个不讲理的家婆。再说你哥哥现在也娶老婆了，家里也总算多了个人，就算要陪，也应该由他们去陪呀。你爸也不至于像你说的那么可怜。我让你们知道我的底线，这事儿以后就不谈了，快吃吧。妈都不同
同意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怕你会失望。你应该知道这件事，我迟早会知道的。我是不想看到你夹在我和马德之间这么辛苦，你明白吗？对不起。不要一直听到你说对不起，我不要你一直迁就我，我不要你为了我一直委屈自己啊！我明白。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。我答应你。我都还没有说你就答应了。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一定是为我好。以后不管什么事，你一定要告诉我，不要憋在心里。我们是夫妻，不管是好是坏，我们要一起分担的。我会的。长珍，我看你还是每隔一天回去陪爸吃饭吧。不行啊，马德不是说得很清楚吗？我们不告诉他就可以了，反正又不是做坏事。刚才你说的话是对的，你永远都是你爸的女儿。不过长久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嘛。你放心吧，马德最疼我，等他心情好一点，我会慢慢说服他。大哥，哎，还没睡啊？你还不是一样？你是不是担心大嫂？我在想一些事情。大哥，你应该去找大嫂。不用了，我想大家暂时分开，冷静一下，这样对大家都好。为什么？最近发生这么多事情，其实也不能够完全怪你大嫂。有的时候我觉得马德的要求也有点高。秋华他任性计较，而我呢，处理事情处理得不好。我只是希望经过这次事件，大家能够学到一点东西。可是大嫂一个人在外面，你不担心吗？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她的个性坚强，又有朋友照应。再说，我已经把公寓的钥匙交给她了。我唯一担心的就是她的胃病。大哥，如果你真的担心的话，我知道有一个人可以帮你。当时买这间公寓是打算跟建业来这里过2人世界，没想到竟然变成了我的避难所。是你陪我过2人世界。怎么了？我陪你不好吗？不是不好，只是为什么总是事与愿违？到底是哪里出错了？时间不早了，我要回家了。喂，你已经喝太多了，不可以再喝了。你真的要走，不陪我过夜啊？我要回家喂猫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我连一只猫都不如啊！不要想太多哦，拜拜。火在闪耀什么？萧建业，你竟然那么狠心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！我是不会罢休的，我要你们全家人向我道歉，我才会回去。才刚刚来过，我却开始不经意又想你了。这场爱像个漩涡，深陷的是我，你的眼神清澈，却看不到寄托。爱在隔岸观火，没人能帮我。原来有些事不是付出就能获得。就当我是路过，把所有脆弱都躲过。爱是一条线索，需要2个人紧握。